You all know what's gravity, ah? Okay, so what happens is when we talk about golf, we need to talk about gravity. Why? Because it plays a part. 特别来到新加坡打高尔夫，而且还是一群小学生，重点是边打球边学物理。看似普通的亲子旅游，其实是要体验新加坡当兵的滋味。这样的旅游，你试过吗？游学不算旅游新名词，但是疫情之后国门重开，加上新加坡对更多国家开放免签入境，游学再次成了新潮流。那游学跟普通旅游有什么不同？本地业者又有哪些创意的游学体验呢？走，带你去看看。来自山西太原的杜芳芳，今天的行程是带着6岁的女儿妙然来参观新加坡知心馆。而今天游学的亮点之一，就是孩子能穿上军服，体验新加坡军人生活。国内现在真的是蛮多游学团的，然后但是我选择这个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主题，它每一天的主题都不一样。第一天它会主要是讲那个永续新加坡，就是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环保。然后第二个是道地的多元文化，然后它每一天的主题我觉得就是结合起来是非常丰富，然后可以了解一个真实的新加坡。我是看完行程啊，然后对比完才会选这个。因为直接去选择一个国家留学是比较贸然的一个行动嘛，因为不知道孩子适不适应那里，然后就会通过游学先了解不同的国家，然后最后你再选择一个他喜欢的。就即使是不去留学，我觉得游学也是对他开拓一个世界的视野，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游学团和所谓的旅游团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游学肯定是有游，那肯定还有学。我可以给你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几天的课程，比如说他们来上一些乐高机器人，前面几天是半天的课程，那下午半天他们可以去到某一些地方去参观和体验新加坡的某一些景点。除了在室内上课，一些游学团策划公司也着重寓教于乐。例如在打高尔夫时灌输物理知识，让小朋友边玩边学。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拿杆哦，但这过程中我就会发现我们的，比如说你要打一杆球的这个角度和力度都是要提前规划，打几杆能够进，所以这个我觉得从物理上和从数学几何上这个都是有一定提升的，你要去思考。小朋友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不是随意玩一玩，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吧。早上我们去参观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因为在咱们全亚洲排名是 No.1 的学校，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样的校园里面我们的收获是什么，我们的憧憬是什么，让他们对自己未来有个期许，或者更深刻的一个规划先让他们提前感受一下。因为新加坡一直以来其实就是一个教育枢纽，而至于他们什么年龄层来到这里呢？本来原来是大概是10岁到大概15、16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层呢是老师可以带得出来的，就是他们可以独立跟着老师跟着学校出来的。但是呢，今年可以看得到，可能也因为是免签的关系中国的这个市场，所以变成你看得到说有家长带着幼龄5、6岁就说要来游学，要来亲子研学，然后但是他们也知道说，如果就这么来的话，如果你不做一些区分，其实就是亲子游罢了。所以他们也有家长是特别要求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设一个课程，是早上9点到3点，你把他们送到哪里去上课，然后我们自己安排一个独立的一个游览的行程，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他们再聚集在一起，再做一些亲子的一些互动，这样子。边旅游边学习是越来越盛行，但是你知道吗？如新加坡动物园和河川生态园等景点，其实早在2016年就开始接待游学团，可以算是这一行业的鼻祖。那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游学团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那5年前的游学团呢，可能比较趋向于走马看花，就可能比如说打卡，走到这个点看了就算了。那5年后的今天呢，很多的游学团呢，他们比较趋向于更有教育性质，比如说我们的幕后导览，他们要更了解到他们学的是什么，然后了解到我们怎样去运营我们整个园区。我可以说整体来说，他们对知识的渴望程度呢，增加了很多。那我们也是有观察到，现在的学生呢，他们更趋向于，他们其实不会像以前那么样的学生那么害羞，他们会更趋向于会提问，会问我们的老师很多很有趣的问题，然后也会去激发他们去思考、去想。然后我们做的这些幕后导览呢，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去激发小朋友去想怎样去保护地球、保护大自然，还有保护野生动物。除了独一无二的景区体验和无可取代的旅游景点，新加坡的一些特色课程也成为吸引游学团到访的原因。在我看来，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游学团的话，更多是希望我能够来到新加坡去上一个新加坡本地的一些课程，体验一下本地的双语文化的教学，然后甚至学习一下新加坡的一些特色课程，可能中国在某一些课程上面是还没有学到的。那比如说像在新加坡，他们从小就会学习编程的课程，在这些小学里面，那可能在国内的这个小学里面，可能还没有完全涉及到这样的课程。那国内的这些游学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也想要让他们的学生来到新加坡尝试这样的一个课程。I think Singapore, as parents, when they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ingapore to study, I think to me, saf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cording to Phobis Advisor 2024, Singapore is a safer city. And importantly, we are multi-ethnic. This is also another reason. 游学团促进文化交流，也刺激经济，原本是件好事。但是市场上的游学团选项五花八门，打着各大名号宣传的也不在少数。消费者真的能做出正确选择吗？另外，今年年初爆出游览的团员过多，造成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的困扰。近日也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反映旅客占据食堂和图书馆等，这样的现象有解决的方法吗？比如像上次我看到的一个游学团，他们就特别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个导览员他们在上车或者下车的时候，都会跟孩子们有很好的一个沟通和提醒，告诉他们在某一些公共的场合，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事项，应该如何去保护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你在公共的地方如何去控制自己的音量，不要给别人造成不便。Perhaps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travel agencies, and the universities can form a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Can sit down and discuss and perhaps come up with long-term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example, that instead of letting the tourist group come as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perhaps they can work with the universities to come at the day or the time slot where there's minimal disruption to lessons, so that the tourist group do not enter the campuses during those so-called peak hours. 解决方法算是有了。除了带来经济收益，游学团也可以带给本地学生一些收获。It's also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local people to have this culture immersion. It's very good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overseas people live, languages, because in this very globalized society, we need our people to be equipped with global knowledge perspective. So I think having this education tourism will allow foreign students coming to Singapore to study together with our locals. I think we can all thrive in a much more interes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